大家好，我是13N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如何架设摄影机在我的安全帽上。那左边这是我的赛道帽，那右边是我平常骑车的帽子。你可以看到它架设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。那影片后面呢，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说我是如何收音的，其实真的不复杂，就很简单。那今天要拍这影片呢，是因为我要换这顶平常骑车用的帽子，那我必须把它所有的东西移植到另外一个帽子上面。哒啦，就是这顶。那你可能会问说，这顶帽子不是同样的吗？那是为什么要换？没错，其实我有一个同一款的安全帽，那它其实就是Flyvision Tracker 的下一代。那时候我是买消光黑的嘛。那这顶呢，则是我跟 TH 定制的，那它是外销款，说是定制的啦，可是其实也是纯白，因为我就是拿纯白色的安全帽。那唯一不太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上面有放了13N的 logo 嘛。那其他部分呢，配色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全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重点是要看我怎么装我摄影机。其实你从这边就看得到，我这顶呢主要是架在这边，这个上面是倒挂的方式，所以看得出来，直接这样扣上去。那装这顶的时候，其实它本身这边的表面其实是有点凹凸不平的，所以比较麻烦，不好处理。那这一款的我装过一次，其实它就相对的好很多。你看它这边是比较平的，所以就比较不是问题。好，那直接开始吧。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会不会光靠这个推院的粘性会不够？然后尤其风阻很大的时候会不会脱落？那其实我在边边的时候啊，像我上个安全帽，我就加一点点，至少这个 fail safe， 就是说如果我真的粘胶性不够的时候，旁边有支撑点。其实你自己在拆装 GoPro 的时候呢，你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够不够牢固。那坦白说，我用了3年多，完全没有脱落的迹象。那粘性真的非常好。就算我自己用力拔，它也没有掉，反而会连这个一起扯，因为这个比较软。好，那既然这种粘的话，顺便来换个镜面吧。来撕掉吧。那这次为什么要换帽子？是因为原本的帽子其实比较老了，比较旧了。那因为 Flyvision Tracker 或是 THH、TX26 这种帽子，它是属于比较低价位的帽子，所以它差不多，因为大家知道安全帽有效期限是5年左右嘛。但其实你如果长期戴的话，我是觉得它本身内衬部分就有点松软。那再来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它的这个造型，然后加上它新款的时候，我喜欢它这个 peak 的新的设计，然后这边比较延伸出来。那他们都这样延伸出来一点，比这边多一点的时候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？它这边其实角度摆摄影机刚刚好，这大概是只有要拍片的时候才会发现。那再来就是新款的我记得它本身就是开风镜的这个 mechanism， 有比较进步。旧款的其实真久了之后会松掉。那还有一个重点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这个全开，然后从这边拉开的话，它不会影响，然后再放下来。可是我装这个的时候，其实这边不知道大家看得到，我这边其实刮到蛮严重的，就是因为为了要开风镜，然后常会撞到我摄影机。好，那讲到这边，我跟大家讲一下说，如果是一般的赛道帽，我是怎么装我的 GoPro 的。那这部分更简单了，因为它直接是套下巴，我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比如说是修为 X14的话，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角度其实是有点圆弧嘛，但而且是完全没有说很大的空间给你贴，所以我用的是这种弧度的方式去贴。那我这边有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，我里面有做切割，基本上就是朝着这个就是沟槽的部分这边突出的地方，然后做个沟槽切割，刚好服贴上去。那这样服贴，你说是不是完全密合？当然没有，因为这边的角度关系，其实边边是有点小空隙的。那我一样，我就补一点胶，
再加侧边一点点。那这个补胶用意其实也不是说完全要 hold 住，只是一个 fail safe。那至少说，如果当我发觉它有点松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从旁边可以看得出来这样？那我之前装那个 Scorpion 的安全帽的时候，骑赛道这么多次也都完全没有松脱的问题。那所以的话，目前也是没有松脱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是还蛮稳固的啦。那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摆在中间位置的角度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最接近人的眼睛的角度。但是我说真的，如果你是要只是行车记录器的话，你想要就是抓最大角度全部的画面的话，有时候其实摆在高点位置是会比较好，但这见仁见智咯。好啦，那现在我有2顶新帽，那当然最重要就是13的反光贴纸啦。没错，我现在是我的工商时间，大家久等了，很多人就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做13的复刻版反光贴纸。好，现在你看到的这就是最终版，这次最终版呢其实做了一些改变，本身它现在是有点雾化的处理，那质感来讲说真的啦，这比之前来的更漂亮。那切割方式呢，就是做完全照我的图样的切割方式，所以更锐利，我觉得更漂亮。好，就直接把它先贴起来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后面有写13啊。原本是想说这个简单的反光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反光其实不够亮，不够明显。那我想说做个大片的一个 logo 的话会更好。OK。好啦，那我现在把它贴上去了。那我是故意有点把它贴靠侧边一点点，因为我想要盖住原本贴的那个13嘛。那坦白说，我现在看过去，我是觉得这个贴纸真的很好看。人家会说我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好，那这顶 X14 呢，X14不太一样。我打算贴这张 Noob 13贴纸。好，那 Noob 13贴纸呢，如果之前有看我不要选影片的车友的话，应该知道13 Noob 这个字。那我在那些影片呢，会常常用一个新手的角度，然后来跟大家讲说，什么事情是新手常会犯的错这样。那之后我也想继续拍类似的影片，因为我觉得那部分其实真的很有趣，可以帮助到很多人。这次这个 noob 呢，如果是字面上的意思的话 ，noob 就是指新手嘛。那是想跟自己说骑车呢真的是骑到学到。那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分什么你是新手你是老手啊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当你骑车骑越久，你才发现你其实不懂的只是越来越多而已。尤其光骑车就分这么多种类，比如说你想要涉足赛道，你想要去跑越野，那每一次去骑都是一个新的体验。那这次这张贴纸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是全黑的反光贴纸，有没有听错？全黑的反光贴纸。那像我贴在白色的话，这样是非常的明显。但是我有打算自己贴在我那台黑色的 WR50 上面。那之后可能会拍照片给大家看，就是摆在边边。那它虽然是黑色，也许你站在这样看不到，但是你晚上一照过去，那个反光啪，马上就秀出来。所以就是如果你摆在黑色上面的话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闷骚的反光贴纸。那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张贴纸只送不卖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先把它贴上去。好啦，那把 Noob 贴上了。那这个反光效果呢，等一下晚上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那贴上这个呢，其实有点自嘲的意思啦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多虚心学习。那在学习过程中呢，也跟大家分享。那 Noob 这个贴纸呢，其实是做给我自己的啦。如果车友你也喜欢的话呢，我可以将它送给你。那我这边就是有100张。那免费拿到 Noob 贴纸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有订购这次13最终版贴纸，那不管你是在虾皮或是在网站上订购，你只要备注下写说，你想要 Noob 的贴纸，那当然一份订单我只能送1张嘛，那总共就100张，所以送完就没有了。那如何订购我的最终版13反光贴纸呢？请到13.tv/shop， 就是我的网络商店，它上面可以直接下订。那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车友呢，欢迎你也使用虾皮下订。那虾皮网址跟网站网址我都会写在影片上面，这边都看得到。为什么叫做最终版呢？就是因为2019呢，只有这一次预购可以买到13的反光贴纸，之后不会有再有这样的款式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最终版，或是你之前没有买到反光贴纸的朋友呢，现在可以马上去网站或是虾皮下订。那这次预购会开放到5月30号的晚上11点59分，它是台北时间。那个时间过后呢，就会收单。收单过后呢，我就开始制作反光贴纸。那预计是在6月中的时候会出货。好，工商时间结束。最后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是怎么收音的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没有风噪声会这么清楚？那清不清楚呢？这真的是要看你骑车的环境跟你的速度了。那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帽子，因为本身这样的帽子它的风噪其实就比较大声，所以你就算把 GoPro 的麦克风
放在你内衬里面，因为你安全帽本身就很大声，所以它还是会收到安全帽的噪音的声音，那是无解啦。好，那收音的工具很简单，其实就是这个 3.5mm 的转接头，那加上这个麦克风。那这是叫做 lavalier mic， 也就是我说讲师麦，就只说它平常是别在你袖口的麦克风。那我这个呢，上面看得出来它已经装了这个英文叫 dead cat， 主要就是也可以防噪音。有时候怕说你的风阻从下面灌进来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。那我这个呢是叫做 DG Fan， 那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做麦克风的公司，它就是个很基本的 lavalier mic， 它是单声道。那我之前其实还用过Sony 的一个双声道麦克风，那我会把型号写上来。那个麦克风后来没有用，是因为它很奇怪，它跟你看这个是 Hero 5 GoPro Hero 5，然后5、6、7代的音源线转接头。那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双声道麦克风遇到这个时候，在比较高速的情况下，常常会爆音的问题。那这时候换回原本的单声道麦克风，像这样的就不会有这些问题。那像 Hero 4的话，就是很基本的一个转接头，就这么小，直接插着旁边的接孔 3.5 转接孔。那 Hero 6就是5、6、7的话，当然就是用这种比较大的。那我接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在这个下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就会像是这样子摆着。当然有时候我会拿就是可能胶带把它绑住，不然如果你没有戴就是头套的话，然后可能嘴巴部分毛碰到这个是蛮不舒服的。那就只是很单纯的这样接，那其他部分就是完完全全 GoPro 自己的收音。那我也曾经看过有人是把它摆在内衬里面，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 muffle， 就是盖住的声音，我不喜欢。当然我装这边的时候，我风口会把它关起来，因为如果你风口开的话，灌风那就有点丧失它的意义了。那这部分修为就比较厉害，因为它的进风口其实有分2个，一个是这边直接从这边封进去，还有一个是从这边旁边的内衬导过去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把这边开了之后，风从旁边导过去，一样有风进来，又不会喷到我的麦克风上。好，那最近其实 YouTube 上也看到很多的中文的机车创作者嘛，那他们也是类似，我相信是用类似的setup， 然后再做录音跟拍摄画面。那就像我之前讲的，我拍影片一开始就是为了抛砖引玉，因为我发现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YouTube 上面中文的骑车资讯真的非常非常少。那这部分其实在国外已经很多年了，可是在中文部分就特别的慢。现在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不只是一般人自己做自己的行车记录，很多是媒体，那他们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录制。说真的，你这样的资讯越多，其实对喜欢骑车的人真的是只有益处没有坏处了。好，那这次就讲到这边。如果你想要13最终版的反光贴纸呢，欢迎到我的网站13N.TV/shop， 或是到我的虾皮网站去预购。那预购的朋友呢，如果你也想要我的 Noob 贴纸的话呢，我这边有100张，我送出去给大家，就直接在你的备注上直接写说你想要这张贴纸。那虾皮可以写备注，我的网站也可以写备注。如果你找不到备注栏呢，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。好了，就先这样，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